新手司机看过来，像这样的直角转弯，你能精准的判断车头与站务的距离吗？相信90%的新手司机都没有把握，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说发生剐蹭。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，也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 A 柱和这个挡风玻璃夹角去判断咱们车头与站务距离的小方法。只要你学会这个技巧以后，不管你是转弯也好，还是会车也好，都能够轻松的判断我们左右车头角与站务的距离，有效提升你的车感。接下来暴弟分5个平时用车的场景来给大家演示。好，现在暴弟上车以后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左侧 A 柱夹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第一个场景。比如说我们往前开车时，前方有一辆横放的车辆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都判断不好咱们车头与前车的距离，拐弯的时候一不容易就可能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说剐蹭到左右车头角。其实呢很简单，我们往前开的同时我们就盯住左侧 A 柱的这个夹角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。当看到前方车辆轮胎底部，也就是说轮胎与地面接触的这部分时，出现在左侧 A 柱夹角时，我们就是拐弯的一个极限了。现在呢我们把方向盘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，我们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好，现在呢大家听一下我们车内的雷达响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响得很频繁了，这说明我们的车头距离右侧的车辆已经很近了。有很多朋友坐在车内总是感觉快要剐蹭到了，其实呢还有一段的距离。现在呢暴弟下车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距离我们只要向左打满方向，还是能够一把转过来的。虽然说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回到车上，继续把我们的车头转过来。好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已经安全的转过来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拐弯的时候，前方的车辆的车轮胎底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的时候，就是拐弯的一个极限了。接下来我们左侧 A 柱能用到的第二个场景就是像这样的窄路会车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前方的路特别的窄，对不对？那么很多新手朋友遇到这样的路直接就不敢走了。其实呢我们可以利用左侧 A 柱的夹角，然后呢去会车，去安全的通过。好，现在暴弟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当我们需要窄路会车时，比如说左侧有障碍物车辆，那么我们就盯住左侧 A 柱夹角，慢慢的往前开。好，当我们车头接近以后我们就看我们左侧 A 柱夹角和对向车辆的大灯，只要对向车辆大灯高于咱们左侧 A 柱的这个夹角，也就是说能够完整的看到时，就是说高于它的时候，完整的看到车灯时，我们通过就是安全的。我们来实验一下。好，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两侧都非常的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左侧。好，来看一下左侧这个距离虽然说已经非常窄了，但是呢我们通过还是非常安全的，至少还有30公分左右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过不去的呢？现在暴弟往后倒一下，给大家说一说过不去的情况是哪些。那比如说你看到的大灯不是完整的，它已经过了我们过了这个左侧 A 柱的夹角了，也就是说在左侧 A 柱夹角看不到这个大灯了，它已经往右偏了。就像这种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是绝对过不去的，因为它已经偏离了左侧 A 柱和这个夹角。注意关键点是左侧 A 柱这个夹角，它已经脱离了左侧 A 柱，就已经不是左侧 A 柱夹角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通过肯定会发生剐蹭。我们下车来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继续往前开，是不是一定会剐蹭到前方这辆车呢？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通过的时候一定要让左侧车辆的大灯贴住我们左侧 A 柱的夹角，这样我们通过才是安全的。不管是左侧是 SUV 还是说小轿车都适用。那么右侧我们如何去判断我们车辆去右侧去会车呢？其实呢右侧很简单，只要我们通过的时候，右侧车辆的接地缝，也就是说轮胎与地面接触的这一部分大家看一下，在我们方向盘右侧延伸点以外时，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。什么是方向盘右侧的延伸点呢？大家看一下我们方向盘右侧延伸出去的这个点位，我们给这儿做一个标记点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像此时这种情况右侧这辆车在我们右侧标记点以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通过绝对不会发生剐蹭，是安全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会找到
右侧方向盘右侧延伸出去的这个点位，它就是咱们右侧车身距离障碍物30公分的一个点位，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。那么接下来暴弟啊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右侧这个点位怎么去用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右侧会车，而且呢还可以用来靠边停车。比如说这个马路沿，很多朋友啊都掌握不好啊，靠边停车是怎么样去停车的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说剐蹭到轮胎或者说轮毂。我们一样可以用右侧延伸出去的这个点位，也就是说30公分的安全点位去靠边停车，让这个点位扫着右侧的马路沿走。好，让它和这个马路沿平行，对不对？已经平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此时我们就尽量的观察右侧的后视镜，把车身顺正顺直贴近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此时我们这个点位和马路沿平行了，对不对？车身顺正以后，给大家看一下后视镜啊，我们的车身和这个路沿石平行以后，那么此时我们靠边停车，也就是说刚好30公分。现在下车去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只要我们用好这个点位，不管你是会车也好，靠边停车也好，那么我们都可以安全的通过。如果说我们是会车啊，车辆大概也就在路沿石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第3个，当我们开车转弯时，比如说遇到前方有墙面需要转弯时，应该怎么判断车头与墙面的距离呢？一样盯住左侧 A 柱的夹角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能够看到前方墙面与地面的接地缝时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啊，墙面与地面的接地面时，我们此时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实验一下，记住啊，速度一定要慢，因为我们转弯时的速度会影响我们转弯的半径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车辆已经安全的转弯过来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左侧 A 柱夹角啊，不能盖住我们墙面与地面的接地缝。那如果说盖住的情况下，我们肯定过不去，我们倒回去再来实验一下。好，刚才暴弟给大家分享的点位就是说墙面与地面的这个接地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们再往前开啊，盖住了这个接地缝，我们再来实验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只差这么远的距离啊，我们车就已经过不去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雷达已经长响了，对不对？这说明我们的车头距离前方的墙面已经非常的近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的车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角度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车头距离前方的墙面已经非常近了，对不对？说明我们的左侧 A 柱夹角刚好看到墙面与地面的这个接地缝时，这就是刚好可以过去的一个安全距离。如果说已经盖住了、遮住了，那么一定是过不去的。接下来第3个，判断左侧车辆与行人的距离。很多朋友判断不好遇到行人直接就不敢走了。其实我们一样用到左侧 A 柱这个夹角，往前开的同时，只要左侧的行人在我们左侧 A 柱夹角延长线以外时，或者说与我们左侧 A 柱夹角重合时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像这种情况，现在行人脚部和我们左侧 A 柱夹角重合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，至少还有50公分左右。好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视镜与行人的角度，大家看一下，至少还有30公分以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下车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我们通过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对不对？不会碰到行人。接下来最后一个，当我们出车位时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是在倒车入库，对不对？出车位时，左侧有车辆，前方有路沿石，很多朋友判断不好，拐弯的时机很容易剐蹭到轮胎、轮毂或者说车头角。下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左侧有车辆，对不对？前方有路沿石，那很多新手判断不好，很容易车头剐蹭到路沿石，或者说车身剐蹭到旁边的车辆。其实呢很简单，我们一样可以用到左侧 A 柱的夹角。暴弟先把手机夹回去好，此时我们知道停车的情况以后我们往前开的同时，盯住左侧 A 柱这个夹角。当我们能够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到前方路沿石，刚好看到这个路沿石的时候大家看一下，就像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此时我们把方向盘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，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，不会说让我们的车头剐蹭到前方的路沿石，或者说我们的车身剐蹭到刚才的那辆白车。虽然说感觉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车头距离这个路沿石至少还有30公分左右。大家看一下，
这个是路缘石。很多朋友啊觉得我们的车头已经上到了上面，其实呢还有距离。下车再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虽然说这个距离已经很极限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轮胎啊往前来，肯定可以过来，对不对？即便说是一面墙，也不会剐蹭到。我们现在回到车上，继续把它给拐过来。好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是不是已经安全的转过来了呢？也就是说，只要啊我们通过时前方有障碍物，只要它可以啊不超过这个左侧 A 柱的夹角时，我们都可以通过。那么这虽然说啊左侧 A 柱和我们挡风玻璃这个夹角虽然说非常的好用，但是它也是存在一定的盲区的。因为啊大家看一下左侧这个 A 柱，它距离我们驾驶员啊很近，对不对？又是这么大一块，即便说后方有一辆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的车，如果说你视野不对的话，一样可以遮挡住。所以说呢，就像我们刚才啊在这种倒车入库的车位时，我们准备往外转弯时，现在呢暴弟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就像这种情况，左侧 A 柱距离我们很近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又在倒车入库的车位上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像这种情况啊，如果说你没有仔细观察的下，没有说我们这样左右侧身看的话啊，那么后方左侧 A 柱后方这个行人是不是啊很容易被这个盲区给遮挡到呢？如果说你没有看到，你直接左转弯，那么是不是会撞到行人，甚至啊是一棵树、一辆车，什么都有可能。所以说咱们左侧啊拐弯的时候，一定这样左右侧头看一下 A 柱后方的情况，这样才可以避免咱们啊与行人或者说障碍物发生剐蹭。以上几点呢，就是暴弟给大家分享的通过我们 A 柱去判断车头与障碍物距离的方法。新手掌握以后啊，可以有效的提升你的车感。说到这儿呢，有些老司机刚才说了，我开车全凭感觉。其实呢，我们新手开车本身就没有经验，没有车感是很正确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开过车，哪来的车感呢？所以说我们要利用啊一些车上应有的点位，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小技巧、小点位、小安全感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。暴弟呢不求点赞，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，少一事故。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。